小編今天要給大家分享的故事，藏着一份跨越萬里的親情與牽掛。據中國駐瑙魯大使館官方消息，2月8日，瑙魯總統戴維·阿迪昂率領代表團順利抵達廣州，正式開啟了他在廣東的訪親過年行程。這不是一次普通的訪問，而是一場遲到了100年的歸鄉團圓，更是一位有華人血統的總統對祖籍最深處的奔赴。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際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小編先給大家簡單科普一下阿迪昂的故鄉，遠在南太平洋的瑙魯共和國。這個位於赤道以南約42公里處的島國，由一個獨立的珊瑚礁島及周邊海域構成，陸地面積僅有21.1平方公里，人口約1.3萬，是世界上最小的島國，也被譽為太平洋上的天堂島。從瑙魯到中國廣東，直線距離約8000公里，坐飛機要跨越半個地球，耗時10幾個小時。這份跨越山海的歸鄉之路，每一步都滿是誠意。抵達廣州後，阿迪昂沒有先忙着開展公務，而是第一時間奔赴自己的祖籍地廣東江門市。2月11日，恰逢中國南方小年，這一天，江門開平市赤坎鎮鐘鼓村中心里被濃濃的年味包裹，成為了全網最溫暖的地方。因為阿迪昂總統要在這裡和族親們團圓過節，體驗最地道的僑鄉年俗。當天上午的迎接畫面沒有鋪張奢華，只有最樸素的熱情與歡喜。中心裡的村口，大紅燈籠高高懸掛，獅鼓奏樂聲此起彼伏，族親們早早就守候在村口夾道迎賓，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真誠的笑容，手裡揮舞着小國旗，就像迎接遠行歸來的親人一樣。阿迪昂穿着休閒得體的服裝，脖子上繫着一條喜慶的紅圍巾，一下車就被這份熱烈的氛圍感染，臉上滿是笑意，沒有半點總統的架子，親切的就像隔壁家的親人。最動人的一幕莫過於他與堂外祖母的相見。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阿迪昂一眼就認出了82歲的堂外祖母譚慧霞婆婆。她快步上前，輕輕握住婆婆的手，用不太流利卻格外親切的中文一遍遍寒暄問候，訴說着自己的思念。這份溫情無關身份，無關距離，只是晚輩對長輩最純粹的牽掛，看得人心裡暖暖的。要知道，早在2025年7月，阿迪昂第一次來江門尋根謁祖時，就已經和這位長輩相識，時隔7個月再次相見，這份親情愈發濃厚。隨後，阿迪昂跟着族親們一同來到村口的大榕樹下，在這裡，當地的書法家正在揮毫潑墨，書寫揮春。這是廣東僑鄉過年最具特色的習俗，家家戶戶都會貼上揮春，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順遂、吉祥如意。祖親笑着向他介紹，我們春節前有寫揮春的傳統，貼在家裡以祈求新年好運。聽完介紹，阿迪昂欣然提筆，在書法家的指引下，熟練地寫下了2個大大的福字，一筆一畫，工整有力，絲毫看不出是常年在國外生活的人。旁邊圍觀的村民們忍不住發出陣陣讚嘆，想不到總統的中國字寫得這麼好。這份驚喜也讓現場的氛圍愈發熱鬧。阿迪昂沒有將福字私藏，而是特意將這2個承載着美好祝福的福字分別贈給了江門市市長吳曉輝和自己的堂外祖母譚慧霞婆婆，真誠地祈願他們福運臨門、平安順遂。而江門市市長吳曉輝的回贈裡也充滿了家的味道，一幅當地書畫家以中心里為背景創作的風景畫，取名《團圓》，既呼應了阿迪昂回祖地團圓的美好場景，也寄托了中瑙兩國僑鄉兒女同心團圓的心願。入鄉隨俗，既然回到了祖籍地，就要好好感受當地的年俗風情。寫完揮春，阿迪昂攜家人來到村口的燈寮前，與族親們一起參加祈福儀式，敬師祈拜、上香、敬酒、敬寶帛、畫寶、掛齋，每一個環節，阿迪昂都學得格外認真，一步步跟着族親們行禮，全程虔誠又莊重。他祈願的不僅是自己和家人的平安，更是祖籍地的繁榮發展以及中瑙兩國的友好相伴。祈福儀式結束後，阿迪昂父女一行跟着譚婆婆緩緩來到她的家中，與親友們一起貼春聯、話家常，感受最樸素的煙火氣息。大家特意挑選了一副寓意美好的對聯：
僑鄉春早，家國夢圓。這短短8個字，既寫出了僑鄉日新月異的發展面貌，更寄予了海內外中華兒女同心同德、共築家國夢想的深厚情懷。貼完春聯，大家圍坐在客廳裡，嗑着瓜子，聊着家常。阿迪昂認真地聽着族親們講述家族的往事，時不時點頭回應，臉上滿是幸福的笑容。那一刻，沒有總統與代表團，只有一家人團圓的溫馨與和睦。當天小年活動的高潮，當屬那場熱鬧又暖心的團年飯。吃團年飯是除夕前後中國傳統的家庭聚餐活動，也是一家人團圓的最好見證。餐桌上擺滿了廣東僑鄉的特色美食，雞鴨魚肉、特色小菜一應俱全，香氣撲鼻。按照當地的習俗，家族中的老者會給遠道而來的親戚和賓客派發紅包，寓意着歲歲平安、吉祥如意。阿迪昂也入鄉隨俗，化身財神爺，在一聲聲財神到的歡快歌聲中，親手給現場的鄉親們派發紅包，一邊派發，一邊還特意學了一句當地的粵語，笑着跟大家說新年好。那生硬又可愛的發音，逗得現場所有人都笑了起來，氛圍瞬間達到了高潮。譚慧霞婆婆的孫女司徒穎玲在接受採訪時滿臉激動地說，再次見到她，我們都很激動。自從上次回來尋親成功後，這次時隔大半年，她又回來跟我們吃團年飯，大家都很開心，我們就是一家人。看到這裡，可能很多人都會好奇，一位遠在太平洋島國的總統，為什麼會有中國廣東江門的祖籍？他的老家為什麼會在這裡？其實這背後藏着一段跨越100年的僑鄉故事，一段深深的血脈羈絆。江門是中國著名的僑鄉，素有中國僑都的美譽。鴉片戰爭之後，當時的中國民不聊生，許多破產的農民和失業的小手工業者，為了謀生，不得不背井離鄉，遠赴海外，開啟了下南洋、闖金山的艱難旅程。這其中就有一部分人輾轉來到了巴布亞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瑙魯等太平洋島國，在當地扎根，生兒育女，繁衍生息。而瑙魯總統阿迪昂的外曾祖父司徒暖豹就是其中之一。司徒氏的其他後代至今依然生活在江門的故鄉。江門開平市赤坎鎮的宿安居魯就是司徒氏的祖祠之一。這裡承載着司徒家族的血脈與記憶，見證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悲歡離合。2025年7月8日，阿迪昂攜家族4代人專程來到這裡追尋血脈之源，按照僑鄉的傳統舉行了隆重的祭祀儀式，祭拜先祖，也見到了自己的堂外祖母譚慧霞婆婆，完成了自己多年以來的心願。當時阿迪昂曾深情地說道，年少時常有人以為我不是瑙魯人，因為我長得有些不一樣，如今我明白為什麼了，我們還要常回來，還有太多家族的故事要聽，太多祖輩的智慧要學。這句話簡單又真誠，道出了他對祖籍地的眷戀，也道出了這份跨越萬里、跨越100年的血脈深情。其實阿迪昂的華人血統一直是他心中的牽掛。他1969年11月出生於瑙魯，獲經濟學學士、外交與貿易碩士學位。從小就被母親告知自己的祖輩來自中國，但具體來自哪裡，母親也不清楚。直到2024年3月，瑙魯同中國復交2個月後，阿迪昂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在見到習近平主席時，他親口說出了自己有中國血統，但不確定祖上來自哪裡的困惑。讓人暖心的是，習主席對這件事非常關心，特意指示相關部門抓緊時間為阿迪昂總統尋根。中國駐瑙魯大使呂進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透露，使館同國內有關部門通力配合，團結協作，克服了種種困難，最終鎖定阿迪昂的先祖來自廣東省江門市。就這樣，一段跨越100年的血脈羈絆終於得以延續，一位異國總統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根。瑙魯作為世界最小島國，曾依靠磷酸鹽礦開採實現經濟輝煌，後又因資源枯竭陷入困境，急需經濟多元化轉型。阿迪昂深知中國的發展潛力，上任後全力推動中瑙復交。2024年1月24日，兩國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正式復交。瑙魯成為中國第183個建交國，開啟了雙邊關係新篇章。復交僅2個月，阿迪昂便赴華進行國事訪問，會見習近平主席，並訴說尋根心願，還登上八達嶺長城感受中國文化。此後，中瑙合作快速推進，中國科學家赴瑙魯推廣菌草種植，助力當地農業發展。
中資企業承建瑙魯首個光伏儲能項目和愛沃港碼頭升級工程，解決當地電力和運輸難題。2025年10月，中國援建的瑙魯體育中心開工，成為兩國友誼新象徵。如今，瑙魯經濟逐步走上正軌，民眾生活持續改善，這份跨越山海的友誼因血脈相連而愈發深厚。相信在未來，中瑙兩國必將攜手共贏，讓這份溫情與合作長久地延續下去。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